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8月9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885，收盘价是871.27，盘中最高价是到达了915.6，最低价是在867.25，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4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重新站上了10日均线值，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3312.18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87 倍，量缩。KD 值开口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下行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变小，双线合拢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多头趋势的回档中。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，在8月9日生成的这个 K 线叫做倒垂线。倒垂线的特征是上影线很长，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，小的实体在 K 线的下方。那这样的 K 线实体部分不分是上涨的绿 K 还是下跌的红 K。那通常在多头上涨或者说是反弹的走势中出现这样的倒垂线，那是容易转折向下的信号。那如果倒垂线是出现在一个下跌的走势，或者是一个多头回档中，那它代表股价容易转折向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8月9日这个倒垂线的位置，它是在一个多头回档中的一个位置，是容易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。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是开高走高，站上这个倒垂线实体的上沿，那股价将被确认回档成功。但是如果这样的 K 线是定义在一个股价上涨到高档的一个位置，在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日，如果是开低走低，或者说是开高走低，那股价是容易出现下行的。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 K 线带有长长的上影线，那代表上方是有很大的压力的。好，以上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第一个可能是出现回档，收盘在826，但是呢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跌破837。那第二个预测可能呢是在8月8日出现止跌，收盘收在890。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不跌破851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实际在8月8日的收盘价是收在了871.27，出现了止跌。那虽然实际的收盘价和我们预测的收盘价890有一定的差距，但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，就是在当日出现了止跌，那重新站上了10日均线值，收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那出现这样的结果
为日后能够继续上行啊，会打好一个基础。好，这是我们复盘前一期的预测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啊，在多头回档中出现倒垂线是容易变盘向上的信号，所以我们先来看看股价后续的上行。那股价后续上行的目标就是要站上5日均线值和前高915。那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888到898之间，上限依然是这条水平线，和前高是915，那站上这两个位置呢，证明也就是说明股价的回档成功。那其实对这个单一 K 线而言啊，我们刚刚也讲了，在技术上，接下来一根 K 线的收盘价，只要站上这个倒垂线的上沿，也就是885，即代表这个回档成功。但是对于目前的股价的走势而言啊，要站上5日均线值和前一日的最高，我们说才叫回档成功，也就是回后上涨。好，那么我们再向上看，回档如果成功，站上上方的940是8月4日的这个最高，那股价将会出现上涨的行情。那目标就是上方要突破这个，我们缩小是这个1号趋势线。当然在突破1号趋势线之前，我们会看到1000这个水平线，它将是一个压力位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上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回档。股价的回档说下方不跌破837，就是这个水平线，然后股价再向上，也就是说只要不跌破837，股价上行的动能啊就依然会存在。那在股价如果出现回档，在到达837之前啊，856将是一个支撑，856是8月5日的最低。我们在这里加一条水平线作为观察。好，那如果股价下方跌破了837，那它向下的目标将是下方的20日均线值。那20日均线值啊是强支撑。那股价如果跌破20日均线值呢，继续向下，那当然就会出现下行的，也就是下跌的走势。那20日均线值啊，我们测算是在820附近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水平线提升到820，然后我们再把837这个水平线啊变一下颜色，因为目前它应该是一个标志位，而不是观察位。好，那我们说股价如果出现回档，在20日均线值到达20日均线值之前出现掉头向上，那我们说股价都叫回档，深度回档的成功，也就是说只要不跌破20日均线值啊，这个股价依然会有掉头向上的可能。好，那我们来总结一下，上方站上5日均线值和前高将
使股价回档成功，站上上方的940会出现上涨的行情，下方跌破837会出现深度回档或者是下跌。那否则呢，股价会在837到940之间，在这个区间内进行横盘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股价后续走势的分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8月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呢，是一个压力区间，就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在879到884之间，和这个倒垂线实体的上沿885，也就是第一个压力区间是879到885，在这个区间内。然后接下来的一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888到898之间。然后再向上，第三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0日均线值和前高915。那这个第三个压力区间是在910到915之间。那再向上的压力位就是940，8月4日的最高。再向上当然是1000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下方的支撑。那下方的支撑呢，首先到来的就是前低，是867，然后接下来的支撑是856，是8月5日的最低，然后下方是837到834之间。那834呢是125日均线值，这是一个支撑区间。然后接下来的支撑就是20日均线值，是在817到820之间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，我们给出8月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2个可能，第一个可能呢是股价会出现上涨。那如果是上涨呢，它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878，在这个位置，最高股价会到达918，收盘会收在909附近。那第一个可能呢，上涨的这个可能呢，它是有一个条件的，是要高开盘，那最好是开盘能够站上这个前一日倒垂线实体的上沿。当然这个不是必要条件，那我们要给出一个必要条件，就是说在开盘之后，高开盘之后，在盘中股价最低不能跌破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867。那满足了这个条件呢，股价才有可能出现上涨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可能会出现回档。如果是出现回档，它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开盘之后股价最高会到达879这个位置，最低会回踩到835，然后收盘会收在861附近，也就是在这个位置。当然它也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要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呢盘中说不能够站上上方的10日均线值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8月9日走势的分析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